你每天用 Canva，但是设计还是觉得慢、乱、不够专业，很可能不是因为你不会用，而是你没有用对方法。这期影片我整理了15个 Canva 必须的技巧，从新手到进阶，每一个都能够立马改善你的设计流程。Hello Grayson， 这频道分享 YouTube 经营和使用工具技巧，像是 Canva。想要更快的提升内容还有流量，一定要记得订阅我频道。那首先第一个技巧呢，就是你可以使用 Canva 里面大量的模板。那虽然说 Canva 呢，它是对于新手是非常友好的，但是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在开始使用的时候呢，你是可以使用 Canva 里面大量设计好的模板的。这些模板呢，它的设计呢都是非常精良的，你只需要去找到一个符合你想要的风格的这个模板，你可以去对它进行修改就可以了。那它在这上面呢是会有搜索栏的，比如说我搜索 YouTube 缩图的模板，那这边就可以看到呢，就会展示给我非常多关于 YouTube 缩图的模板，你可以选择不同的类别，但是有的模板你要注意，在下面呢会有一个皇冠的标志，就代表这个模板呢需要你升级到 Carport 才能够使用的。那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注册 Canva， 这个链接呢会帮助你解锁 Carport 的30天免费试用，就可以让你去尝试各种的 Carport 的高级功能，以及呢它提供的专属模板。如果说你喜欢这模板，你就可以点开它。这边再告诉大家另外一个技巧，就是 Canva 呢会根据你现在所选择的这个选项，再提供给你更多类似的模板。很多时候我就是使用这样的功能来帮助我找到更加贴近我想要的风格的。如果说你现在暂时用不到这些范本的话呢，你还可以选择这个星号，这样呢就能够去保存这个缩图模板的，你之后呢就能够快速找到。那如果说你想要去编辑这个模板的话呢，你可以使用这个自定词范本，这里面所有的元素呢都是能够修改的。这个人物呢你可以把它删除，然后替换成你的人物，这些文字呢也可以变成你想要的文字内容。现在呢我教了人物，然后修改了文字，那后面的背景呢也是能够去更换的。这边呢有背景选项，然后呢可以找到一个背景图片，这样呢我就快速的用刚才的模板就变成一个我想要的缩图效果了。如果说你不是特别懂设计，那使用 Canva 里面现成的模板呢是非常快速的。那接下来一个技巧呢，就是使用 Canva 里面的品牌功能。你可以来到 Canva 的首页上面，然后在左边去找到品牌。大家一定要注意，在你设计缩图的时候呢，尽量去保证你的品牌的一致性。那什么叫一致性呢？就是你在你的缩图，你在你的其他设计里面，你用的颜色是什么，你用的字型是什么，你用的元素是什么，都要保证有一定的统一性。你可以看到在这边呢会有不同的分类，第一个呢就是标志，这里面呢就会展示我的个人品牌里面需要用到什么标志，然后呢就是颜色，你可以选择去加入你自己的品牌颜色，这边呢可以选择新增，然后呢去选择你想要的颜色，或者说呢在这边去输入专门的色号，也可以呢创建渐层颜色。在创建颜色之后呢，这边呢就会添加一个新的颜色，然后呢你可以为它进行命名，你可以添加很多种的颜色，这些你做好的颜色呢，在你设计的时候呢都会出现的。比如说现在我进入到了 Canva 的编辑区，在左边也是能够找到品牌的，然后就可以看到这边呢就会有刚才的品牌颜色，是可以直接选择的。然后呢你可以添加品牌字型，比如说我的主题文字呢就是这个字型，然后呢有它的尺寸，副标题也有它的尺寸，这样呢就能够让你快速的选择你的品牌字型。还有呢就是照片，以及呢你用到的一些图像、图示，还有平时用到的图表呢，你都可以在这个品牌功能里面先去整理好，然后在你做设计的时候呢，这些呢就能够快速的出现在你的编辑区里面，你可以快速的选择。这个功能呢是非常好用的，能够去保证你所有的设计呢都有品牌的一致性。那下一个技巧呢就是设计样式。那比如说呢在这边我有一个设计模板，但是呢我想让它的颜色呢变成我自己的品牌颜色，我就可以选择范本，然后这边找到样式，在这里呢就可以找到我自己的品牌颜色，我可以选择它，就可以看到呢它就快速的运用了我的颜色到这个设计范本里面了。如果说我不喜欢现在这个颜色的组合的话呢，还是可以来到这边再选择一下，就可以看到呢现在就有一个不一样的颜色组合了。这边呢你也可以选择字型的组合，现在呢就变成了我的品牌字型了。那在底下呢 Canva 还会提供给你它自己帮你组合的颜色搭配，比如说可以选这个，你就可以看到会有这样的颜色搭配了，或者选这个就会有不一样的颜色组合。底下呢也有字型的组合，
来让我们搭配。这功能呢也是非常好用的。那接下来一个设计技巧呢，就是你可以在同一个文档里面去创建不同的设计答案。那这边你可以看到呢，我是创建了 YouTube 说图的设计答案。那如果说我也想要去创建一个 Instagram 贴文的设计答案呢，我就不需要去回到 Canva 首页上面，然后选择范本，再选择 Instagram 贴文的类别了，去创建一个全新的答案。我呢是可以直接在这个答案里面去创建一个新的 Instagram 贴文的模板，选这个新增页面类型。然后呢，再选择社群媒体，这边呢找到 Instagram 贴文，那这边就可以看到呢，就创建一个 Instagram 贴文的尺寸设计了。在左边呢可以找到范本，那你可以看到呢，这边就有关于 Instagram 贴文的范本了，然后就可以选择，在这边呢就可以去做出相关的设计了。这样呢，对于你设计效率提升呢是非常大的。那下一个使用技巧呢，就是快速跳转页面。那如果说你的一个设计文档里面它是有很多页的，像是我这份简报呢，它总共呢是有64页的。如果说呢，我想快速跳转到某个页面的话呢，有几种方式。第一个方式呢，就是选这个网格检视，在这边呢，你可以快速浏览这所有的页面。比如说我看到了，我要去跳转到这个页面，我就可以选择它。然后呢，双击就可以看到呢，我就快速的跳转到了这个页面了。或者说你可以选这个前往页面，然后呢，输入专门的页数，比如说第一页，那它呢就回到了第一页了。如果说你这份简报呢是和别人进行合作的，你想让它打开一个链接就跳转到特定的页面，那么你就可以选择那个页面，比如说这个页面。然后呢，点击这个3个点标志，再选择这个将链接复制至此页面。那这边呢，我就复制了这个链接，来看一下，就可以看到它一打开呢，就跳转到了这个页面了。那下一个技巧呢，就是你可以使用 Canva 的自动调整照片的功能。那比如说这边呢，我有一张照片是直接用手机拍的，如果说我要去调色的话呢，我可以选择编辑，在这边呢找到调整。那假如说我想非常快的去调整我这整个照片的画面的话呢，我就可以选这个自动调整。那就可以看到呢，非常快的 Canva 的 AI 呢，就快速的帮助我调整了照片的画面。底下呢，能够去显示到它调整的参数。之后呢，我们想做稍微的调整呢，也是可以的。那这个功能呢，就能够去快速的帮助我们去修图，我觉得呢非常方便。那接下来呢，就是介绍给你魔法橡皮擦的功能。那魔法橡皮擦呢，是能够快速的去清除掉照片里面的元素的。那比如说现在我有一张照片，那我不想要这个元素这盆植物，我就可以选择这张照片，然后再选择编辑，接着呢找到魔法橡皮擦的功能。在这里我们是能够去选择笔刷或者是点击的。那我可以选择笔刷，然后你可以选择这个笔刷的大小，调小调大都是可以的。调整好之后呢，再选择涂抹你想要去清除的元素。涂抹好之后呢，再选择清除。那现在就可以看到呢，刚才那盆植物呢就被非常好的清除掉了，整体画面呢是非常干净的，你看不出有任何的痕迹。那接下来呢，再介绍一个功能，就是你可以使用魔法编辑工具。那刚才我们是去掉了照片里面的元素，那现在假如说我想要去在照片里面添加一个我想要的元素怎么办呢？就可以使用魔法编辑工具。我可以选择编辑，在这边呢找到魔法编辑工具。这个功能很简单，就是可以输入文字去描述一下我们想要去生成的内容。比如说我想让它去生成一只黑猫，但是呢我要选择让它去生成的位置，我就可以选择笔刷，比如说就是在这边呢去生成这个猫的位置，然后呢再选择产生。那可以看到呢，它就帮助我去生成了一只黑猫了，是比较自然的去融入到了刚才这张照片里面的。使用这个方法呢，你就可以在任何的一张图片里面去加入你想要去生成的元素了。接下来呢，就是背景移除工具。那这边呢，我有一张照片，但是呢，我想让我的背景呢全部去除掉，我就可以选择它。你就可以看到呢，这个就有背景移除工具，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它是需要升级到 Canva Pro 才能够使用的。还是一样呢，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获得 Canva Pro 的30天免费试用，你就可以使用这个功能了。我们可以点击它，那非常快呢，我这张照片它的背景呢就被去除掉了，然后呢我就可以移动，比如说移动到右边，然后这边呢就可以更改背景的颜色了，这样呢我就能够去做出其他的设计了。那除了 Canva 能够去除掉图片的背景，影片的背景呢也是能够去除掉了。那这边呢我准备了一部短影片，我可以选择它，再选择去除背景。
就可以看到呢，非常快速的 Canva 就干净的把这部影片的背景去除掉了，非常快速。接下来要介绍给大家魔法展开功能，这功能特别适合于，比如说你拍了一张照片，像是我现在有一张方形的照片，但是呢，我想把它变成一个横式的照片，去作为我的缩图。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如果说我们只是简单的去把它扩大，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细节就被截取掉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使用 Canva 的魔法展开功能了。选择编辑，找到魔法工作室，往右移，在这边呢选择魔法展开，然后呢找到完整页面，再选择展开。那现在你可以看到呢 Canva 就帮助我展开了刚才的图片了。第一种样式呢是这样的，整体看来呢是非常的自然的。那这个呢是第二种样式，这是第三种样式，这是第四种样式。那这四种结果呢，其实我觉得都是非常棒的。使用模仿展开功能呢，就能够非常好的让你去利用一些照片，去把它变成不一样的效果，同时呢又保持它的原有风格。接下来呢，就是要介绍样章这个功能。你可以来到左边，选择应用程式，在这边找到样章。样章这个功能呢，就是能够让你快速的把你的设计去套入到真实的物体场景里面。比如说我选择电脑，然后把它放大，这个时候呢，我可以拖入一张我的设计或者我的图片，去嵌入到这个笔记本电脑里面。比如说我拖入这张照片，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呢，我的照片就嵌入到了这个笔记本电脑里面了。看起来呢会更加真实一些。那我也可以调节它的位置，我可以双击，然后在左边呢去调整图片的位置，选择套用，那我的图片呢就调整位置了。那除了刚才静态的这种样章形式呢，现在 Canva 里面呢还有动态的样章形式，就是这个影片样机，然后选择查看全部，这边呢就全部都是动态的样机了。你可以把你滑鼠去放到这上面，就可以看到呢它具体在播放什么了。比如说我选了这个场景，把它放大，再选择导入这张图片，这时候就可以看到呢我的图片就嵌入到了这笔记本电脑里面了。那我们可以选择播放，就感觉是呢这个人在看我的频道一样，会显得更加真实。那图片的位置呢也是能够调整的，就双击移动图片的位置，再选择套用，这样呢就调整了刚才图片的位置了。那下个技巧呢，就是你可以使用这个资料夹的功能来去管理你之前上传的任何项目。那你可以看到呢，我在 Canva 里面已经上传了非常多的图片了。如果说呢我是要使用之前一张图片，我就要去来这边找，会花很多时间。那现在呢 Canva 有这个资料夹了，它既能够让你直接整个资料夹就上传到 Canva 里面，你也可以呢在这边去建立一个新的资料夹，去给它一个命名，然后呢选择建立，这边呢就创建一个新的资料夹了，然后呢就可以选择这里面的图片，选择移动，选择建立好的资料夹，再选择移动。每一张图片你都是能够这么操作的，这样呢你就能够快速整理你之前上传好的影像。这个资料夹里面呢就会出现这两张图片了，是能够快速的帮助你去找到你想要的图片。那下一个功能呢就是下载单独的页面。那假如说这边呢我有一份简报，里面有很多页，但是呢我只想下载单独的一页，比如说这一页。那传统的方法呢就是我选择右上角分享，再选择下载，然后呢选择格式，这边呢选择目前页面，选择完成，然后再选择下载，这样呢就会有非常多的步骤。那有一个更快的方式呢，就是我选择这个页面，在这边呢选择3个点标志，然后呢选择下载一页，我就可以单独去下载这一页了，这样呢就会大大的提高我的效率。那接下来一个技巧呢，就是我可以下载缩水项目。那假如说呢，在这份简报里面，我想要单独的去下载这个元素，我可以选择它们，然后右击，这边呢可以选择下载缩水项目，那么它呢就会单独的被下载。我可以选择透明背景，然后下载就可以了。那这个元素呢就被单独的下载下来了。那接下来呢，就是给人物加入一个外轮廓的描边。那这个方法呢，特别适合于你在做缩图的时候，你的人物呢想要有更突出的效果，就可以使用这个方式。这边呢，我一个人物，然后呢，我可以选择编辑，来到底下效果，选择阴影，这边呢选择大纲，就可以看到呢，我的人物就有一圈外轮廓了。然后呢，可以选择调整它的颜色，比如说变成白色，然后呢，调整它的尺寸。这样我的人物呢就会突出很多了。
你也可以改变它的强度，这样呢就能够让你的人物有一个外描边的效果了。如果你发现今天介绍给你的15个技巧里面有好几个都是你第一次看到的，那么就代表 Canva 其实还有很多的功能你还没有真正的用到。我已经把 Canva 链接放到了影片下方，你可以直接注册，并且呢能够让你解锁 Canva Pro 的30天免费试用，把这些功能完整的用一遍，再看一下它到底是不是适合你。另外，如果说你是新手，或者说你想把 Canva 用得更加熟练，我整理了一份 Canva 的新手教学的播放清单，从基础再到进阶都是有专门的教程的，你可以直接点开就去学。那么下次影片再见。